好，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我们做期铁坑视频，聊起铃木 GSX-R 750。这台车从发布以来已经有36年历史，也被誉为是世界上第一台市售的仿赛车型。可以说 GSX-R 750在过去的36年里，为铃木在世界各地的摩托车锦标赛立下赫赫战功。可以说很多车友见证了750从风油冷发动机到水冷发动机，从化油器到电子燃油喷射，从管式摇篮车架到铝合金双翼梁车架。可以说每一个时期铃木堪称标杆一样的存在，因为750是1985年发布，而同级别雅马哈 R7 发布于1999年，传祺的杠7发布于1996年，更别提传祺杠6发布于95年，雅马哈 R6 发布于99年， CBR 600更是发布于2003年，而公升级别传祺杠10雅马哈 R1 发布于1998年，CBR 1000更是发布于2004年。所以说 GSX-R 750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或多或少影响了日后仿赛车型的发展，因为在当时把赛车民用的铃木 GSX-R 750是第一台。不过铃木这个厂也够奇葩，从2011年之后到2021年，在这期间10年时间铃木都没有改变，更是唯独750它的外观仪表保持不变。即使不改变， GSX-R 750也是所有750级别销售最好的一款，更是唯一的一台在750级别可以跟1000抗衡的车型。不过这几年因为铃木财团的原因，750在国内知名度越来越小，只有少一部分死忠粉仍然支持750。另外4大厂的仿赛我们几乎都聊过，大家可以到小雷有料公众号查看。唯独铃木 GSX-R 750这个坑拖了半年，因为这台车从发布以来一共分为13代车型，我需要把每一代车型都找到视频，包括曾经的数据，所以这一坑就拖了许久。而今天终于找齐了所有年代车型的视频，我们先从第一代开始聊。初代的 GSX-R 750发布于1985年到1987年，第二代发布于1988年到1989年，第三代发布于1989年，第四代发布于1990年，第五代发布于1991年，第六代发布于1992年到1995年，第七代发布于1996年到1997年，第八代发布于1998年到1999年，第九代发布于2000年到2003年，第十代发布于2004年到2005年，第11代发布于2006年到2007年，第12代发布于2008年到2010年，第13代发布于2011年到2021年。初代的 GSX-R 750是一台风冷加油冷 749cc 四冲程并列4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码，最大马力100匹，最大扭矩73牛米，6速变速箱，链条传动，铝制车架，座椅高度755，装备总重量185公斤，油箱容量18.5升，最高时速234。它的赛车型号最大马力130匹，民用和赛车只相差30匹。另外当年就使用了 TSS 双旋流燃烧式，包括强制进气系统、评测化油器、6速变速箱、液压离合。另外这台车是全世界第一台油冷发动机，当年与它抗衡的包括雅马哈 FZ 750、本田的 CBX 750，包括有缺陷的 VF 750F 拦截机。这些车型之中，铃木 GSX-R 750仍然是最畅销的车型，也是同时期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、AMA 超级摩托车锦标赛，又或者耐力赛，铃木依然大获成功。到了1986年，改成了浮层轮胎，也将摇臂增加了25毫米。同年份，为了纪念在问世就成为全日本 TTF1 王者，骄傲的铃木推出了一个限量版，搭载干式离合器，包括单人坐垫。后期1987年推出了黑色版，又将前轮胎加宽，包括后轮胎也加宽了尺寸。我们先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它的第二代发布于1988年，依旧是风冷加油冷 478cc 四冲程直列4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码，最大马力增到112匹，最大扭矩74.5牛米，装备总重量223.6公斤，油箱容量21升，最高时速248。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增加了双出排气，也使用了 NEAS 电控悬架，包括配备了转向减震器，并且发动机最高转速可以拉到13000转，最大马力在11000转爆发。后期1989年又重新设计了曲轴箱、曲轴连杆，包括离合器。同时1989年有个 RK 型号，可以称之为第三代。我们听一下这代发动机声浪。它的第四代发布于1990年，也是这个造型最后一代。发动机就是风冷加油冷 749cc， 最大马力增加到115匹，最大扭矩增加到78牛米，并且后轮胎也升级为17寸170，座椅高度790，装备总重量234公斤，平均油耗7升左右，最高时速247公里每小时。90年最大的改变配备了昭和减震，包括一个不可调节的转向减震器，除此以外基本保持一致。我们再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
同时第5代发布1991年，这一代也是风冷加油冷发动机最后一代。它的最大马力依旧是115匹，最大扭矩78牛米。与上一代最大的不同是前头灯变得更犀利，并且做了一个塑料包裹，并且装备总重量也比之前更重，变成了249公斤，最高时速247，并且大灯上面增加了一个小的行车灯。除此以外，与上一代一模一样。它的第6代发布1992年到1995年，从这一代开始变成了水冷 749cc 4冲程并列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到了118匹，最大扭矩80牛米，整备重量234公斤，百公里油耗7.5升左右，最高时速257。最大的不同使用了铝制车架，包括锻造摇臂。除此以外，基本与上一代保持一模一样。我们听一下它的排气声浪。第7代发布1996年到1997年，它的型号叫 GSXR 750 SRAD， 这个型号主要是为了对抗川崎 ZX-7， 它相当于摩托 GP 民用赛车，最大马力12000转，爆发128匹，最大扭矩10000转，爆发80牛米，整备重量降到194公斤，当年最高时速270，0-100加速3.4秒。这个重量可以说比同年份 600cc 4缸机更轻，而且它的马力要高于同年份本田 CBR 900。另外，主要的改变使用了双梁车架，包括电子控制的减速时主动喷射关闭，也加入了冲压空气、转向减震器，包括 LCD 里程表，使用了美制的启动马达、气缸盖、离合器，包括驱动齿轮，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。我们来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8代发布1998年到1999年，也是这个造型最后一代。这一代最大马力128匹，最大扭矩82牛米。它的后轮胎升级为了17寸190，座椅高度830，装备总重量194公斤，0-100加速3.4秒，最高时速270。另外，把化油器升级为了电子燃油喷射，也是当时唯一一台能雅马哈2.1，包括本田火刃、比捷的750跑车。因为在冲压空气的帮助下，它的最大马力可以爆发130匹以上。在当年，这台750可以说是一台当之无愧的黑马。它的第9代发布于2000年到2003年，从这代开始，它的外观终于变得更现代。这个头灯就是我们说的钻石头灯，当年阿普利亚也是模仿了这一个。另外，从这代开始，它的最大马力140匹，最大扭矩85牛米，座椅高度830，净重166公斤，最高时速285公里每小时。除此以外，发动机、底盘都经过重新设计，也使用了重新设计的双羽梁车架、更长的后摇臂、更轻的制动器，包括铸铝轮毂，也用上了全新的 LCD 速度表，包括模拟转速表。这个仪表盘一直用到2021年。我们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10代小改款发布于04年到05年，从这代开始，750在国内比较常见，目前收藏价格在12000到15000左右，只可以收藏不可以上路。另外，这一代最大马力145匹，最大扭矩86牛米，座椅高度825，净重163公斤，最高时速299。后期2005年推出过一台20周年纪念版，纪念版和普通版都是前4活塞后双活塞卡钳，铝合金3辐轮毂180轮胎，除此以外任何电子功能都没有。早期的铃木车型虽然很便宜，但很抠门，能给个模式选择，算很高的配置。我们先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11代发布于2006年到2007年。这代750最大马力148匹，最大扭矩86.3牛米，净重163公斤，最高时速279，座椅高度降到了810。另外，整体造型变得更像当年铃木 GSX-1000，而且排气也不再是侧排，变成了侧底排排气，也增加铃木的高级排气系统，包括铃木排气调节，包括怠速控制、冲压空气、昭和减震，以及铃木的 SDTV 节气门系统，更是使用了全新的铝制框架，包括后摇臂。除此以外，除了造型的改变，几乎任何功能都没有。这代铃木中2收藏价格在18000到22000之间，只可以收藏不可以上路。其实我不是不介绍，它没有电子功能，就是一堆发动机内部的改装。我说了之后大多数也听不懂，你们就听一下声音算了。
第12代莲花灯发布于2008年到2010年，又将底盘排气跟铃木大2一样改成了侧别排气。然而最大马力依旧148匹，最大扭矩86.3牛米，装备总重量198公斤，0百加速3.2秒，最高时速270。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昭和后节震可调，并且倒置切叉也是昭和可调的，包括可调脚踏、双节气门系统，也终于有了3种模式选择、怠速控制、排气系统。铃木的所有车型，它的模式选择都是一样的，都分为3个，都是雨贴、道路和竞赛模式。不过08年到2010年的750被誉为史上最好骑的750，并且这代莲花灯也是最经典一个型号。我们先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13代发布于2011年到2021年，从这代开始，它的造型和04年到07年 GSX-R 750基本一样，反而整体设计没有向前，而是倒退。说的简单一点，除了版花的更新几乎没有改变，发动机马力、扭矩也没有改变，并且 ABS 也不是标配的，好像我就没见过750有 ABS， 这就没法往下说，反正都一样。你们就听听声音，我们看一下2021款。这个仪表盘设计少说估计有15年。最后一款2021款 GSX 750百年纪念版，这不愧是铃木，百年纪念版没有 ABS， 甚至马力、扭矩、极速都没有改变。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铃木一直不升级，铃木和别的车厂不一样，它把所有的升级都放到了发动机内部，比如使用了锻造活塞、钛合金气门、MotoGP 的点火程序，包括双节气门。但是2021年不增加电子骑行辅助，我总感觉说不过去。看这个手把按键，瞬间回到2005年。我感觉铃木做车很随意，好像就是能骑了你就买，骑不了就别买，我也不给你配备，反正我就这样，你能买就买，不买拉倒。再看一下这个仪表盘，少说得有20年历史。介绍铃木的车，除了大2之外就没个能说的，因为它的电子功能实在太少。就聊这么多吧，说一期，拜拜，再见。